普京心碎，绍伊古流泪。美军如何1小时22分钟速通委内瑞拉总统府？想要活捉一个国家的总统，要分几步？美军最近的行动给出了标准答案：出兵、抓人、返程，就这么简单。对此，我们可以请马杜罗来当目击证人，佐证这个观点的正确性。那么，为了活捉马杜罗，在行动前，美军到底做了哪些部署？速通委内瑞拉总统府的行动又是怎样进行的？在不少军事专家的推演里，美军想要摸到马杜罗的总统府，起码要像当年打伊拉克一样，先轰炸1个月，在地面推进1个月，至少要付出数千人的伤亡代价。毕竟俄罗斯的轰炸机就摆在那里，苏霍伊30 MK2 战机、俄制 S300VM 远程防空系统严阵以待，还有数万名狂热的玻利瓦尔民兵。就连马杜罗自己也很硬气，在1月3日凌晨下令采取全面防御措施，一副跟美军大干一场的架势。结果仅仅过去3个小时，他就被三角洲部队从总统府押送了出来，连宵夜都还没来得及吃。那么为了这场世界级的速通，美军到底做了多少部署？战争从来都不是从开枪的那一刻开始的，早在第1架直升机起飞之前，一张巨大的网早就已经罩在了马杜罗的头顶。根据防务网站的情报显示，美国南方司令部这次几乎是倾巢出动，其兵力配置简直可以用奢侈和过剩来形容。在加勒比海，至少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潜伏在委内瑞拉的海岸线外，他们携带的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早早锁定了马杜罗的官邸和委内瑞拉那几个关键的防空雷达站。而在海面上，核动力航母福特号作战，威慑委内瑞拉军队。另有2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伊利胡号将炮口瞄准了加拉加斯。除此之外，硫磺岛2栖攻击舰编队同样游荡在攻击距离之内。这种2栖攻击舰我们一般称为准航母，搭载着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和大量的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加上 MQ-9 死神无人机、AC-130 空中炮兵连，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撒开加拉加斯的防空网，将三角洲部队安全护送到委内瑞拉总统府，送到马杜罗的床前。如果说兵力部署是名牌，那么 CIA 的渗透操作就是致命的底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为了掌握马杜罗的精确行踪，中情局砸下了惊人的5000万美元，直接买通委内瑞拉的核心高层。这波超能力砸脸确实砸出了效果。委内瑞拉的一位副总统级的高官，在巨额美金和未来政治前途的诱惑下，彻底倒向了美国。他不仅提供了总统府米拉弗洛雷斯宫的详细结构图，包括地道入口、卫队换岗时间，甚至在行动当晚实时通报了马杜罗的藏身位置。当马杜罗还以为自己还待在最安全的堡垒时，他身边最信任的人却在用加密卫星手机给美军发送速来的信号。接下来的行动对于美军来说就是走个过场。不过哪怕马杜罗知道了这些部署，恐怕还是有恃无恐，因为委内瑞拉手里握着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 S300VM 安泰、BOK-M2 山毛榉，还有数不清的真式便携式防空导弹。在普京的宣传里，这是一张天罗地网，足以让美军战机有来无回。俄罗斯专家为了吹捧普京的部署，甚至曾断言，美军如果敢空袭，委内瑞拉的天空将成为 F-35的坟墓。但下一秒，马杜罗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美国，身边围绕着美国大兵，美军甚至买1送1，把他夫人也押了过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月3日凌晨，马杜罗被抓捕的前几个小时，加拉斯加多个地区发生爆炸，有目击者看到美军飞机飞越加拉斯加。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生想象中激烈的防空导弹对射，也没有看到防空警报凄厉的长鸣，只能看到加拉斯加高价值的目标在发生爆炸。之所以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跟美军3步走行动密不可分。第一步，美军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配合网络战部队，在行动开始的瞬间，对委内瑞拉的防空雷达实施了全频段高强度的电磁干扰。那些俄制雷达的屏幕上，要么是一片雪花，要么是满屏的假目标。委内瑞拉的防空兵，他们疯狂地按动发射按钮，却发现导弹根本无法锁定目标，雷达告警器一直在乱叫，却根本找不到敌人在哪儿。仅仅10几分钟，俄罗斯苦心经营多年、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委内瑞拉防空体系就彻底崩溃了，天空向美军完全敞开。第二步，精确制导弹药，在敌人被屏蔽的第一时间，瞬间瘫痪委内瑞拉的防空体系。再由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直升机，在硫磺岛2栖攻击舰支援下发起低空突击。在美军第22陆战远征队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 TSV-5 复仇者号训练舰，这玩意儿是在巴西半潜船基础上改装的特种作战平台，专门保障无人机、直升机在海上长期部署。根据可靠消息，这一连串空袭直接打爆了玛格丽塔岛的军事设施、马拉凯的空军基地，
委内瑞拉最大的军事综合体蒂乌纳堡也发生了火灾，委内瑞拉关键防空节点被摧毁。接下来就是三角洲部队的 Showtime， 在加拉斯加四处爆炸的时候，满载着三角洲部队的奇努克和黑鹰直升机直接低空突防，降落在了总统府的屋顶和草坪上。注意，不是偷偷摸摸的飞过来，而是大摇大摆的朝低空飞行，直接把马杜罗打包带走。没有多余的废话和枪战，在内鬼的指引下，三角洲部队带着4木叶式仪直奔马杜罗的卧室。那些忠于马杜罗的卫队，在强大的单向透明优势和精准火力压制下，甚至还没看清敌人在哪儿，还没来得及拉开枪栓，就已经倒下或者举手投降。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比德夫还丝滑。从直升机落地到马杜罗被戴上头套塞进飞机，再到机群撤离，前后不过3小时左右。委内瑞拉被速通得很彻底，而且这个速通记录相信很难再被打破了。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美军对加拉斯加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马杜罗已被抓获，委内瑞拉自由了。实话实说，看完这些操作，很多人只会惊讶美军的强大，但火力军却想到了4年前的安东诺夫机场争夺战，同样是奇袭，同样是大规模的高风险入侵行动，同样是宣称多少分钟速通，美军打得像郊游一样轻松，而俄军却被乌克兰打得溃不成兵，甚至王牌特种部队 VDV 被团灭。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呢？当年俄军的计划其实跟美军这次很像。俄军当时的计划是利用直升机突袭，夺取基辅郊外的安东诺夫机场，然后空运大部队落地，直插基辅，活捉泽连斯基。用普京的话说，就是1小时22分速通基辅。俄军为此派出了最精锐的空降兵，这些身穿海魂衫的壮汉确实勇猛。他们顶着乌军的防空火力，强行拿下了机场，甚至一度控制了跑道。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灾难性的。首先是通讯混乱，俄军士兵甚至要用民用对讲机喊话，结果被乌军全程监听。乌军炮兵听着俄军的坐标开火，简直就是打靶练习。随后后勤也跟着拉胯，坦克开到一半没油了，士兵吃的是过期的干粮，甚至还要去抢当地超市的食物。最重要的是情报的完全失败。俄军的情报部门告诉普京，只要俄军一到，乌军就会投降。结果迎接他们的是标枪导弹和燃烧瓶，是全民皆兵的殊死抵抗。于是俄军的直升机群刚到安东诺夫机场，就遭到了乌军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疯狂截击。卡52武装直升机被打得凌空爆炸，米8运输直升机被迫迫降。不过战争之初的俄军确实强悍，俄空降部队下机后立马开始往前推进，而乌守军仅有300人左右。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军落地，乌克兰驻军不堪重负，俄军顺势占领了机场。但俄军想不到乌军开始用重炮轰炸机场，乌军指挥官意识到俄军想要建立桥头堡的意图，命令第72机械化旅组织反击。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4快速反应旅在乌空军支援下发动大规模反击，俄军的后续运输机满载着装甲车和援军的伊尔76根本不敢降落，只能在空中盘旋然后返航，导致先头落地的200多名 VDV 士兵成了一支没有重武器没有补给的孤军，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对抗蜂拥而至的乌军重装旅。俄防长绍伊古被彻底打懵。在苦撑了2天后，俄军被乌军的重炮和反攻部队彻底淹没，速通泽连斯基也变成了一个笑话，俄军的闪电战自此彻底破产。有意思的是，即便有安东诺夫机场这样的教训，但现任俄防长别洛乌索夫不久前仍顽强地吹嘘俄军为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如果把这2场行动放在一起对比，我们看到的是2种完全不同纬度的战争能力，是工业时代军队与信息时代军队的代差。在火力军看来，俄军的强还停留在阅兵式和钢铁洪流的想象中，也就能骗骗自己人，一旦丢进现代化的体系面前，就显得笨拙而无力。俄军缺乏对电子权的掌控，缺乏精密的情报渗透，绝对的制空压制，所以他们的突袭变成了一场赌博，并且赌输了。而美军的强建立在技术代差和情报渗透的基础上，他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动手之前早就用金钱瓦解了你的意志，用电子战瞎了你的眼睛，用网络战瘫痪了你的神经。最后那1小时的突袭不过是去收割胜利的果实罢了。美军的这次行动给全世界，尤其是给那些还在迷信俄制武器、迷信俄式战术的国家敲响了丧钟。所谓的 S300、S400 防空神话，在美军真正的电子压制面前究竟能撑几分钟？所谓的精锐卫队，在中情局的美元攻势面前又有几个能守住忠诚？普京的心碎，绍伊古的蒙圈，并不仅仅因为马杜罗和安东诺夫机场，而是他们突然发现，那个被他们嘲笑了无数次的对手，依然掌握着在这个星球上想抓谁就抓谁的恐怖能力。俄罗斯失去了委内瑞拉，就像失去了在美洲的一只眼睛，以后再想把战略轰炸机飞到美国后院，恐怕连加油的地方都没有了。马杜罗被捕，再次印证了那个残酷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
而这种落后不仅仅是武器的落后，更是认知的落后。俄罗斯以为战争是坦克的对撞，是火炮的轰鸣。美国人告诉你，战争是情报、金钱、技术和火力的完美风暴。这一战，美军不仅抓住了马杜罗，更是打断了俄罗斯在南美的最后一条腿，也是给所有试图挑战其战斗力的人发出了一封沾满鲜血的警告信。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觉得马杜罗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委内瑞拉的局势又将如何收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